妈妈为什么躺在地上吐水啊？她跳河自杀，没死成。蝈蝈，妈妈要洗了吗？妈妈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行了，再打下去，她就真的死了。钢蛋说完便蓄积了力气，双手向下重重地朝着傅云秀的肚子按压了下去。他见过别人救助溺水的人，知道是这个动作。两个人类幼崽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水，我需要水。妈妈，你不要再吮洗了。这谁家的熊孩子乱认妈妈？我可是尊贵的鱼精，物种不同，不要强行认亲啊！别拦我，我要喝水。此时一段陌生的记忆涌进脑子。他这才猛地看向自己的大腿，我那金光闪闪的鱼鳞，以及无比尊贵的鱼尾巴呢？没了，啥都没了。原来他是一只修炼了500年的小鱼精，被投河自尽的傅云秀砸中，醒来就成了死去的傅云秀。傅云秀本是这村里有名的大美女，不过在赶集的时候稀里糊涂失了身，诞下2个未婚先孕的孩子后，傅云秀和孩子一起被赶出了傅家。若不是村里还有几家心善的，他们早就饿死了。可就算原主混成这样，还在2天前看上了一个高知分子，但温文尔雅的小学老师怎么可能看上他？因此不仅拒绝了他，还嘲讽他是双破鞋。经历了重重打击的原身就这样想不开跳河了。啧，真是2个瘦骨嶙峋的小可怜。不过这跟我小鱼精有什么关系？快放开，妈妈是真的要喝口水，快渴死了。真的，比珍珠都真。当然是假的了，小笨蛋，我现在就要跳河变回那个纵横水族的小鱼精，哈哈哈。天劫，杏儿，是你吗？杏儿，可算是逮着你了，收了俺家的工钱，不把活干完就想跑，你也不打听王大婶是什么人，能让你骗了钱去？这原主怎么竟不干什么好事，都要投河了，还要去坑点钱来填饱肚子，还真是不会亏待自己。本鱼精心离谱啊！王婶子家的活并不繁重，就是将院落里收好的粮食铺平晒干，再挑拣装袋就行。可他刚做人，不会呀。还好2个便宜仔仔也跟了来，帮着一起做，折腾了大半晌，才终于将活干完。杏儿，不是婶子说你也该勤快些了，再这样懒下去，2个孩子跟着你早晚被饿死。不是我孩子，我是鱼，是条活了800年都没产过鱼籽的小鱼。这些都给你们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妈妈，没事，他命大，也许休息一会就好了。这青天白日的怎么还打来呢？王婶子胆子大，上前去探傅云秀的呼吸，这人要死在他家多晦气。俺早就说了吧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对这2个小孩不好啊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批你了。杏儿，你可积点德吧，不养孩子还能遭雷劈。妈妈，我问了，我也热了。哎，好鱼做到底，帮忙养一阵子当积功德吧。回到家后的傅云秀在厨房里犯起了难，她根本不会做饭，毕竟鱼族是不需要做饭的。妈妈，我们问了你带我们来厨房干嘛？你又不会做饭。那你会吗？妞妞还这么小，肯定不会啊。无奈之下，傅云秀带着刚结的几毛工钱去给俩孩子买吃的。第一次吃到妈妈买的馒头，2个小孩怕得不敢接，最后还是被傅云秀硬塞的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也有丢下我吗？不走了，你们这么可爱，妈妈怎么舍得离开你们？钢蛋表面还算镇定，但妞妞的脸上却是笑开了花。她是那种被人打了10顿，只要有1顿给块糖吃，就依然会挨挨蹭蹭叫娘的人。妈妈，妞妞口渴，想喝水。我去找找。蝈蝈，妈妈刚刚没有打妞妞呢。之前的妈妈不仅不让他们碰她，即使挨到骗衣服，都要被打上一顿。高兴什么？过不了多久，这个女人就会恢复原形，到时候看她不吃了你。妈妈这么温柔，才不是那种会吃妞妞的人。第2日，等到2孩子醒来的时候，房间里被收拾得焕然一新，那些不能用的东西早就被扔了出去，洗得干干净净的锅碗被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。妈妈呢？屋外的傅云秀正抡起大棒子砸死了一条小大鱼，小大鱼那双死鱼眼仿佛还透露着本是同根生相煎和太极的感叹。随后傅云秀脸不红心不跳地将自己的铜钵剖肠开肚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咱家今日的早餐。妞妞可以吃吗？当然。蝈蝈，妈妈要煮鱼给我们吃。里面的污渍是你整理的？是我花了1条鱼请人收拾的，这种累活本鱼精彩不会亲自动手。用不用我帮忙？不用帮忙，去带着你妹妹一边玩去。村里的人鼻子都灵，尤其是在这吃不上多少肉的年代，有好事者循着腥味过来。娘，我也要吃鱼肉，吃香喷喷的鱼肉。秀啊，你这鱼是哪来的？
就在前面那条河里捞的。我说富家的，你若是不愿意告诉我们，就直说就好了，何必骗人呢？那条河里谁不知道，除了杂草泥巴啥都没有。你说从里面抓出了大鱼，呵，又偷人又是撒谎精，也就是这时代好了，不然早把你进猪笼。别嚎了，谁知道他这鱼来路正不正？说不定是偷了哪家的钱在镇上买的呢。咱们可是清白人家，吃了这偷来的鱼啊，是要烂心烂肠的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？你不就是一个又坏又毒的女子哦？娘，你就别说了。扯什么扯？我说你以后也离他远一点，这不检点可是传染的，别哪天被他带坏了名声，连累了我们张家。哎呦，你这杀千刀的！听说人类老了骨头脆，所以心地善良的我还给您做缓冲的，但这张嘴若是再喷粪，就别怪我真的让你体会一下全身骨碎的感觉。不就是捞鱼吗？有什么可嚼口舌的？再捞一次看看不就得了？听到现场捞鱼，众人也是跟了过去。我就不信这骚狐狸真的能捞出鱼来。来到河边，两个小娃对水还是有些恐惧的，忍不住往傅云秀身后躲了躲。小鱼精将两个小娃娃往后推了推，一猛子扎进了河里。他娇弱的身影瞬时间被这略带浑浊的河水淹没。众村民原本被吓得齐齐向后退了好几步，都在想不会是逼死了一个人吧。所有人都沉默着，内心一半是期望，一半又是自责。时间的一点点流逝，河岸边除了两个小孩撕心裂肺的哭闹声，其他人仿佛都被人点了哑穴一般的沉默着。傅云秀轻松地上了岸，他左手一条大鱼，右手一条大鱼，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。走，卖了给你们换糖吃，还是换些粮食吧，糖吃了就没了，鱼不可能总是能抓到的，还是换些粮食实在。孩子正在长，身体得吃饱。傅云秀完全没这个担心，只要是河里的就没他抓不住的。两个娃一人抱着一条大鱼，三人一前一后的走出了人群。不就一共12条了，我们也吃不完，还是趁他们洗之前卖了吧。他们行动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鱼并不畅销，毕竟农村里还是穷人居多，一条鱼就是再好吃也不如粮食和种子来的实在。三人几乎走过了大半个村子，才终于在一户人家那里换回了几件日用品和一小袋粮食。下次我们还是去县里把这些鱼卖了吧。傅云秀深吸一口气，一改之前的消极懈怠，拜托邻居王大叔帮忙照看一天孩子后，便背起装鱼的竹篓往镇上赶。你敢信，眼前这个小姑娘第一次出摊卖鱼竟不带秤，原来她只需将鱼放在手中掂一掂，就知道它有几斤几两。这些都卖吗？多少钱一斤？是的，都卖。工人小哥要来点吗？整条或切开都可以卖的，1块4一斤，您想要多少呢？就那条肥一点的。5斤4两，给您抹个零，就给7块吧。你这不如我帮你去借个秤。放心，我手头很准的，好歹我也是在水里混了800年的小鱼精。鱼这个东西，我看一眼就知道它有几斤几两，掂一掂也不过是走个过场，让你放心。看着对方的样子，好像还是不信他。傅云秀没办法，只能客客气气地向旁边卖红薯的小贩借了秤，又请教了杆秤的使用方法，他这才当着所有的人的面称了起来。看吧，5斤4两，1两不差。这一手看清了所有人，只一会儿的功夫，他的摊位上已经围了不少人了。虽然傅云秀眼睛看一看就大概知道了重量，不过还是伸手在每个鱼块上都轻托了一下。3斤2两，4斤7两，2斤1两。3斤2两，4斤7两，2斤1两，每一个都分毫不差。围观的人都不禁惊叹了起来，买鱼的人越来越多，靠着他这徒手称重的本事，没过多久这些鱼就被人瓜分了个干净。这一趟下来一共挣了128块08毛，收获喜人。老板，你这炒栗子好香呀，给我来一盘。大妹子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是啊，婶子，这炒栗子真好吃。这样的话，你这些日子可千万不要单独出门了。你看旁边那几个小混混一直盯着你看呢。陈哥，快看，那边包栗子的女人长得可真俊呀。若是不饿，就直接开车回城。别啊，我现在就去吃饭。坐在车里的冯沐晨脸色有些苍白，显然连日来的舟车劳顿让他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。此时的傅云秀手上拎着2袋打了包的炒栗子，一甩一甩的离开了铺子。刚才的男子很快从面馆里跑出来，手里拎着一壶满满的鸡汤。陈哥这2日的胃口不好，什么饭都吃不下，喝碗汤还能养养精神。陈哥那的栗子其实是真的漂亮，关键是气质好。我在京城待了这么久，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。冯沐晨没有说话，脑中却浮现出那个靓丽的身影来。小鱼精回去前又去了趟县城的供销社，挑了些香皂、火柴等生活必需品，又买了2大袋粮食，这才提着大包小包的往家赶。到家后，在车夫帮他卸货的时候，偏巧被村里的一个长舌妇看到了，顿时全村的人都知道傅云秀卖鱼赚了不少钱的消息了。此时人人都梦想成为下一个傅云秀。他只是未婚先孕诞下2个小崽崽，就被亲生母亲扫地出门。当得知他靠着卖鱼小赚一笔后，狠心老太婆又开始算计他的钱财了。
老头子，那桑门星现在发达了，不如我们还是把他招回来吧。傅老头没有回话，而是叫来自家的大儿子。你去你七妹家看看，看有没有需要帮衬的地方，再探探他想不想回来。傅家老大为人还算憨厚，赶妹妹出门这件事他没有参与，得了傅老头的首肯，傅老大这才拎了一包花生米赶往傅云秀的家里。咱们家还缺个遮阴的棚子，这些木头真是极为合适，就是不知道七妹会不会让给我。妞妞，还记得舅舅不？之前你们去家里玩，舅舅还抱过你哩。妞妞歪着脑袋看了他半晌，才记起确实有这么一件事。不过那时是因为舅舅家的儿子打破了妞妞的头，舅舅才抱起妞妞替她呼呼了2下。你娘呢？这七妹是在做什么呀？这么香。谁呀？妞妞很不想让他进来，因为他们是被姥姥赶出来的，所以就噔噔噔的自己跑去妈妈那。傅老大走进来，虽然没人招呼，还是找了个位置坐下。这里外收拾的是够干净的，七妹现在真是勤快了。不过我看你们后院那么大片的土地，种上些菜岂不是更好？妈妈说种菜会累着，妞妞也不想累着妈妈，我们不种菜。庄稼户的不种菜吃什么喝什么，难不成都要去买吗？多浪费钱呀！有那些闲钱，还不如交给爹娘，让爹娘给管着呢。没等多久的功夫，傅云秀的午饭就做好了，白水煮米，白水煮鱼，白水煮菜，真的是白水煮一切。即使是这样，这一顿下去也是丰盛极了。七妹，不是大哥说你，你这着实有些浪费了。家里又没个种地的男人，你一个妇人带着2孩子，哪用得着吃这么金贵的东西啊？我这不是活得挺好的，大哥来有事吗？傅老大也是很直接的说明来意，回家告诉傅老爷子和傅老太太，我已经被他们赶出来了，还是净身出户，这辈子是不会回去的。这2个老东西赶我出门时是毫不留情，现在想让我给他养老送终，贡献银钱，做梦去吧。傅老大听了这话顿时不干了，对他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苦口婆心的劝解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被吵得不行的傅云秀赶了出去。妞妞，别乱跑，你先吃饭，我去看看你哥咋还没回来。妞妞听话，妈妈你去吧。钢蛋这崽子也太会居安思危了，现在咱家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也还是忘不了出门去捡猪草。咦，你回来了，我刚准备去找你，快去洗洗手吃饭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们说哦，幸福的那家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以后千万别去招惹他们哈。2个深受其害的小奶娃当然知道那个家去不得，当即爽快的点头答应。老二啊，七妹是个念旧的人，咱们好好说说就行。这半夜敲人门是个什么道理？说出去了简直笑掉大牙。别说废话了，七妹家的东西不就是爹娘的吗？爹娘的不就是咱们的吗？都到这里了，咱们不如先看看七妹家都有什么好东西。娘这几日总馋那白花花的面团子，咱们把白面带回去，也算替七妹尽孝道了。其实他们心知肚明，这是自己嘴馋了，但是既然门已经开了，不能白白来一趟是吧？爹个乖乖，这是真的。咦，那黄黄的是什么东西？3人齐齐走过去，看到地上躺着的竟然是条小黄鱼。原来七妹这院子是个宝贝呀！3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眼睛被那小黄鱼闪得通红。先别抢，可能这院子里还不只有1条，咱们找找看。说着，几人就拿起墙边的锄头开始刨起了地。妈妈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这几个舅舅为什么大晚上帮咱们锄地呀？还一边锄地一边捡着地上的破叶子、破石子，好像是看到宝贝了一般。你大舅不是想咱种些菜吗？他们帮咱们松松土，明日就可以撒上种子种菜了。妞妞说完，身子一歪就睡到了妈妈的身上。傅云秀将妞妞放到床上，然后动用剩余不多的灵力，想要这些人更加努力些，却发现自己不仅使不上力气，连刚刚的幻象都维持不住了。糟了，大哥，这金子怎么都变成石块、烂叶子了？是啊，我手上的珠宝也变成烂石头了。随着几人声音越来越大，小鱼精也只好走了过去。几个哥哥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记得自己睡觉前是关好门的。七妹啊，我们过来也就是想在七妹这里坐一坐。大哥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让他赶紧将鱼啊面啊的粗粮交出来。这么多年没给咱爹娘孝敬过东西，如今既然有粮了，就该尽孝心了。我们3个可带来了不少值钱的宝贝，都可以相互作证的。可是你看看，都在你这儿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肯定是你这家里太邪门。这我们不管，但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赔给我们，否则我就领你去见官。傅建生，你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我这家里邪乎，我看你这人才是邪乎的很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就告你一个宣传封建迷信的罪了。我看到时候是你进大狱还是我进大狱？此时的傅云秀惊呆住了3人，他们印象中老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，平日里对他们这几个哥哥都是又惧怕又听话的，如今这模样他们可是从来没见过。傅云秀，你今天就算是说破天也要还东西，我们在你这里丢了宝贝，你必须还回来。由于动静太大，虽然是深夜，可还是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。
傅电骚，你一直吵着丢了东西，到底丢了什么东西？对呀，大半夜来这里找东西，还搞得你家妹子这里到处坑坑洼洼的，说出去谁也不信呀。谁说没有东西？这个本就是我们家老祖宗生活过的地方，在这儿留几件宝贝一点也不稀奇。众人听了顿时哄堂大笑，谁不知道他们老夫家是泥腿子出身，一个穷老百姓能留下什么宝贝？一看就是过来讹人的。二哥这就睁眼说胡话了，妹妹这里要是能有宝贝的话，怎么还会过得这般辛苦？我这俩娃前些日子都饿得去要饭了，怎么不见二哥你们过来找宝贝？你们将我从傅家赶出来还不够，还要过来赶尽杀绝。众人都是同情弱者的，看着傅云秀呜咽了起来，村民的目光渐渐变得嘲讽和鄙视起来，说出的话也难听了几分。你说说，你们傅家一个泥腿子到底能有什么宝贝？说出来，让我们也开开眼啊！闭嘴！我们自家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赶紧走走走！此话一出，村民们再也忍不住了，场面一度混乱。经过傅老大的劝阻道歉，纷乱才终于平息下来。随后傅家三兄弟就灰头土脸的溜走了。都几点了还不回去睡觉？外面这么吵，我们怎么睡？原本两个仔仔还很担心傅云秀，现在看着情况才知道，对方刚刚是装的。今天这时啊，就告诉我们要学会示弱，要学会借力打牛的方法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钱大娘，有什么事吗？秀儿啊，听说你现在往城里卖鱼呢。钱大娘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将来意说了个清楚。他家老头子也是这些日子里去河里摸鱼的一员，虽然没有捉到过像傅云秀手上那样的大鱼，但是这段时间也捉了不少个头小的鱼。可是等他们一行人到城里去卖的时候，才发现这鱼呀，不仅一点也不好卖，且天气热不容易保存。那些新鲜的若是当天没卖完，几天下来就又臭又烂了。村民们只好将鱼晒干腌制成咸鱼条，不过在这城里咸鱼的价钱就更低了。钱大娘这次过来，就是代表其他村民想要问问傅云秀收不收咸鱼条。咸鱼倒是能收上一些，不过城里咸鱼卖不上价钱，一斤咸鱼也就几毛钱。若是大娘您不觉得少，那我就4毛收，您看怎么样？4毛啊，在城里好一点的地方，这东西能卖到5毛泥。县城的价格确实是贵上一些，不过我这进城一趟肯定会有损耗，有时候卖不出去也会出现像您家那样的情况，直接就烂在手里了。钱大娘想了想，确实是这个理，尤其是农忙时节到了，他们家几口子都要被拴在地里，他即便是想去城里赚那5毛钱，条件也不允许。行，我这就回去拿咸鱼，顺道通知下其他人。这次一共来了10几户村民，每户至少都带着1筐子咸鱼，将这些都买下来也花了傅云秀40多块钱。秀儿，这能卖完吗？没事，这点货不多。小慧来这里做什么？秀儿知道哪里有收自行车票的吗？这是我在工厂上班的大哥给的。但你知道我们家那条件200块钱左右的自行车，就是再干上半辈子，我婆婆也不会给我买啊。所以我就想着把它卖了，也能换点零花钱。他这是打算卖了自己留着当私房钱呀？反正我每次去城里都要租车，租不到还得走到城里，一来一回就要6个小时。有辆自行车那就省事多了。小慧，这票你想卖多少钱？此时赵小慧有些踌躇，她知道这票珍贵的很，若不是她知道自己根本买不起，即使买上了，那车也要给她婆婆祸害了，她也不会将这来之不易的自行车票卖了。若是秀儿能帮我找到卖家，看能不能将价钱谈到10块钱。我也不瞒小慧，你这自行车票真是替我解了燃眉之急。既然你打算10块钱卖出去，那不如卖给我，我给你11块钱怎么样？这些日子赵小慧帮了她不少忙，好多人情世故她都是从对方的身上学的。因此他并不觉得花10几块钱买个自行车票是贵的，这钱就当做自己给对方的谢礼了。赵小慧听了连连摆手，这熟人买票他肯定就不会要价这么高了。不过最后还是没咬过傅云秀，拿到那11块钱的时候，赵小慧整个人的心都在颤抖，没想到她也可以拥有这么多钱。唉，挣钱不容易啊。第二日一大早，傅云秀就带着2筐鲜鱼和2筐咸鱼准备进城。今日他没去之前那个大厂，而是想转一转其他2个小厂。虽然其他2个小厂规模小，但是由于效益好，里面的工人也很多。同志，今天来这里卖鱼啊？是啊，您今天要不要也来点？今天有活动呢，买1条大鱼赠1条咸鱼。好啊，前2日我买回去的那条鱼肉质特别鲜嫩，我想再买1条给我大伯送去。由于是用来送礼，他挑了3条重量中等的鲜鱼，傅云秀又送了4条小咸鱼，这才拎着东西满意的走了。有了这个开门红，等到陆续有工人出现的时候，傅云秀的生意变得就更好了。本来准备的鱼不少，但靠着买鲜鱼送咸鱼的活动，不大会鱼就卖完了。收摊后，傅云秀由于对这里的路不熟悉，7拐8拐的竟然走入了一条死胡同。妹子，哥哥这些日子可是等了你好久啊！这不就是之前我在吃板栗对着我打量的那个混混吗？原本以为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，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竟然真找人堵我，哈哈，有胆。这美妞警惕性还很高，每次都走大路不走小道，这次终于让我们兄弟几个逮到机会了。哦，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所有人一起上？
没想到你这小女婊子这么辣，不过我们怕一起来你受不住啊。本来还想让你们几个选一选，是该被打成轻伤、重伤还是半残，不过现在也别选了。作为一条修炼了几百年的小鱼精，即便如今失了灵力，但那武力值也够这些凡人吃一壶的。嘿，小妮子还挺辣。丫的长本事了，光天化日下抢劫欺负人，还有没有？看到眼前的情景后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小平头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陈哥，快点，是那个小美人打人了啊？不对，是小美人被混混抢劫了。看来不需要我们帮忙。确实不需要，不过能不能麻烦二位搭把手，将这几个混混带到派出所？陈哥，这美女同志真是又美又彪悍，不过她那身手应该和宁宝宝有的一拼吧？也不知道他们两人谁会更厉害。出门就迷路的保镖，我要他有什么用？当吉祥物供着吗？想到那个送趟货就迷了路的宁保镖，小平头认命的叹口气。可宁保镖除了不认路这个缺点，身手和本事都是一流啊。派出所内，小平头跟警方陈述当时看到的情景，有了他们的作证，那些小混混的流氓行为算是坐实了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没有。这种搭讪方式，他从小到大能听到无数回。这个角度更是熟悉了，像谁呢？谁允许你碰我的？哥，陈哥，这位美女同志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我想起来，咱们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啊。怎么？你以为我会干出什么事？同志别怕，我陈哥只是脾气不好。我们认识一下，我叫周正，是个司机。那位是冯沐晨，陈哥。我们会在这里住上几天，一会就要回招待所了。你们既然帮了我，我就要报答你们。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傅云秀这段日子也赚了不少，只要不过分，他都买得起。不必了，我们什么也不缺。周正，开车。还是陈哥魅力大，又迷晕了一个小丫头。可是陈哥，你这样拒人千里之外，是不是也不太好？否则像你这般年少帅气、多金有钱的，怎么可能一直都是单身呢？周正对此也很是遗憾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入了陈哥的眼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仅没有女朋友，他的身边竟然连个雌性都没有，养只猫仔都是公的。周正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小鱼精骑着自行车回村的时候，那可真是风光无限。毕竟那可是自行车呀，是他们这些庄稼汉子干几年农活都买不起的自行车呀。也不知这傅云秀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在跳了一次河之后有了这般的运气，能买上一辆自行车。谁说不是呢？也可能是哪个男人给他买的。今天还有人过来打听他呢，不知道他在外面又干了什么肮脏勾当，竟然都让人找上家门口了。不远处的钢蛋听了他们的话之后，吓得浑身发抖。蝈蝈，你怎么了？他来了，他怎么会这么早就找过来？不应该的，明明不是这个时间才对。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妞妞连忙扑过来抱住傅云秀的腿，然后又用小眼神看了一眼自家的哥哥。刚刚哥哥的神态特别不正常，眼神也让妞妞好害怕。傅云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也只以为他是在像平常一样撒娇。这是新买的自行车，妞妞要不要坐一坐？得到肯定的答复，傅云秀刚想将妞妞放到车子上，就看到钢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便跑远了。我有哪里得罪这个小崽子了吗？小鱼精虽然没有亲自养过3岁半的奶娃娃，但是也深知正常人类幼崽的3岁半肯定不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老大表现出的太成熟稳重了些，他皱了皱眉头，难不成老大身上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到了晚上，钢蛋也是半夜才回的家。你回来了。不管他以前什么身份，钢蛋此时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回家晚还是有些心虚的。他胡乱的点点头，就想上床睡觉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聊聊吧。你应该不是过去的钢蛋吧？你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附身在了钢蛋身上。钢蛋听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浑身都僵住了。这很难理解吗？你这表现也太不像一个3岁多的孩子了。其他人与你接触少，可以说你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在我看来，你所有的表现都太成熟了，倒像是成年人。那你又是谁？我真正的娘去哪了？傅云秀眨眨眼睛，没有说话，而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我确实不是3岁半的钢蛋，但这个身子也是我的。我是20多年以后的他。原来他是前世死去的钢蛋重生的，前世他活到了30岁，在一次车祸中丧生，也不知他死后妞妞怎么样了。前世的你在上次跳河的时候就死了，后来我们两兄妹艰难活到7岁都要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反正被人收养了，收养后吃食上是不用担心了，但是那一大家子都瞧不起我们兄妹，不仅处处跟我们作对，还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。我重活一世虽然不可思议，但是你为什么还活着？我是你的娘亲啊。可你跟他一点都不一样。人本来就是会变的，尤其是死过一次的人。至于你的前世为什么没有我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重生导致这个时代有了变化呢。钢蛋有些迷惑，真的是因为他重生的原因，让他改变了历史吗？
小鱼精已经有些疲累了，既然知道了对方的来历，他也就放心了，于是打了个哈欠就上床睡觉了。钢蛋坐在地上，目光望向了窗外，即使到了此刻，他还在隐瞒这些事情，也不知道他的隐瞒是对是错。娘，你带着我去吧。小鱼精好笑地看着他，呵，这么多天终于肯叫他一声娘了。带你做什么？你还能帮我卖东西不成？我肯定比你强，我怎么着也是有着后世几十年记忆的人，在做生意方面不比你强啊。也行，那以后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你身上了。你和二宝的名字自己赶紧想一个，我好去给你们2个办上户口，不然以后都是黑户。我要叫付新勇，妹妹叫付新丽。钢蛋希望自己能勇敢面对未来的一切，也希望妹妹美丽可爱。小鱼精对此没有一点意见，2个小孩的名字就这样敲定了。有了钢蛋的帮忙，今天收摊时间早了不少。回到家后，傅云秀又为俩孩子煮了他们爱吃的清水煮鱼。赵小慧这次来也是出于无奈，她身体弱不能下地，赵家对她这个儿媳妇本就不重视，生了个儿子也不跟她亲，她每日在那个家里都煎熬得很，今天受了委屈就习惯性的又过来了。听了她的话后，傅云秀不免叹了一口气。县城卖鱼的买卖虽然不如从前了，但是每月还能挣一些生活费。不过我的精力有限，因此我想雇一个工人帮我在这几个大厂门口卖鱼。我这边给他提成，1条鱼1毛钱。你觉得咱们这村里有谁合适？你这活儿放出去肯定有不少人来干，毕竟又不用出本钱，只是在那儿坐着吆喝2句就能挣不少钱。那你觉得自己如何呢？赵小慧一时间有些呆住了，让她去卖鱼。她在这个家里围着婆婆、炉灶和孩子转了大半辈子，还真没想过会出去独立卖东西。你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我就要去县城，若是你答应，那早上就一起走。来时的赵小慧气愤不已，回去时的赵小慧迷迷糊糊，整个人都感觉飘在半空中。小鱼精原以为她需要考虑个几天，没想到第2天一大早，她就早早地等在了门口。赵小慧对着他笑了笑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会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小鱼精只带着对方来了3天，就彻底将这里放手不管了。除了每日提供给对方鲜鱼和咸鱼，就只等月末对账和收钱了。将县里那边的市场放手后，小鱼精就骑着自行车来了省城。因为钢蛋偶然发现妞妞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不会1、2、3，因此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教育妹妹的重任。鱼这么大个，能分着卖吗？这咸鱼不行，多赠2条吧。由于人多，每个人都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想法，一时间现场一片混乱。不过见过世面的小鱼精对这小场面一点也不惊慌，精准地回答完所有人的提问，甚至连那些嘟囔声都能及时地被他回应完，完全没有冷落掉一个买家。同志，你下次过来卖鱼是什么时候？我在另一条街开着一家炒菜馆，虽然要货不多，但是1周也要保证10几条的量。你的鲜鱼若是都有这个质量，那下次就给我送过去半筐。小鱼精没想到临走还能接个大买卖，随即当场答应下来。对方需求是1周送1次，一次1筐20斤左右。娘，姥姥来了。老幺啊，你现在可真是能耐了，咱娘找了你多少次你都躲着不见，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当个不孝女了。四姐先开的口，其他人也七嘴八舌的开始数落起来，大意就是傅云秀不孝，这1年挣了不少钱，也没给自家亲娘1个字，真是心坏哟。当年我难产生你的时候，几乎去了半条命。虽然之前将你赶出来我是有错，但是亲生的哪有隔夜仇？你就算不回去，也应该尽点孝心才对。他们傅家为傅云秀这件事情已经开了不少次家庭会议了，每一次会议结束都一致决定，人不能回来，但是钱要每个月都拿回来。行了，就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，你们过来不就是要钱吗？听闻此话，其他人也就没再多说什么，就眼巴巴的等着他把钱拿出来。钱我是没有，不过我听说四姐家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，这家里的私房钱应该藏了不少，那怎么不拿出来补贴一下娘呢？俺现在的日子确实过得好了，俺家的大壮每个月能拿回30块钱来，但俺凭什么要给那死老太婆？都是亲生的，她怎么就只知道疼她那3个儿子，对待我们几个姐妹半搭不理的呢？她忘了我可没忘，大冬天让俺用凉水洗衣做饭的事。四姐就像是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一般，边骂边哭了起来，哭自己命苦，哭爹娘偏心。你这黑心肠的，敢编排起你老娘来了！如果没有我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傅家四姐也不是个善茬，也是10里8乡有名的悍妇。此时被小鱼精的术法干扰，早已经丧失了理智，直接冲过去与傅家的老太牛打在了一块。傅家二哥被2人的行为吓了一跳，连忙过去劝架，只不过打起架来的女人哪肯听他的，没多久他的脸上就左一道右一道添了不少的抓痕。老天爷呀，傅家害得我好惨呀！我的亲娘为了100块钱的彩礼就把我嫁给了一个混球，吃喝烂赌样样都沾，还背着我出轨称口的寡妇。就这样的人渣，我的亲娘还要让我忍，再忍下去，他家闺女就要被气死了。周围赶过来的乡亲们还没弄清事情的原委，就听了这么一堆八卦，顿时也停了劝架的心思，个个眼睛放光的开始看好戏，势必要将这副家的八卦听到底。
富家二哥这时还算清醒，哪能让这两人将富家的事情都抖出来？只不过他按住了这一个，另一个却又开始哭诉起来，简直没完没了了。一片混乱中，小鱼精无聊地打了个哈欠，拉着目瞪口呆的大宝走出了家门。临走还不忘嘱咐旁边看热闹的王大叔，等这些人折腾完了，帮他锁上门。放心吧，肯定锁得牢牢的。行了行了，你也算小男子汉了，哭成这样算什么事儿？小男孩名叫陆远，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处平房里。小鱼精此时的生意反正也被他搅黄了，直接就收了他，打算领他回家。等将他送到家门口，还没等小鱼精开口多问，这小屁孩已经2步钻进房里，砰的一声关上大门了。不带这样恩将仇报的啊！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呀？真是造孽呀！是啊，爹妈都死了，就剩这么一间空屋子，这他可守不住了哦。陆远家过去确实是个大户人家，人丁也算兴旺，但老一辈的人却没熬过那几年，最后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就只剩下陆远他们一家子。祸不单行，他娘也在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，他爹自此一蹶不振，整天喝酒度日。前2日，他爹又喝醉了酒，雨天路滑，直接栽到了泥坑里。等人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没气儿了。后来一连3天，小鱼精都没有在学校门口见过他，只在同学的口中听过他在办退学手续。还有书包吗？还有，我们正在做活动，你是我的第100位顾客，正好免单。接过书包的手一顿，陆远看着他，眼睛里有着不可置信和怀疑。不用太感谢我哦，这是你自己的幸运。听说你想要租房？小鱼精点点头，他确实托了不少人帮忙打听租房的事情，毕竟上次把富家的人得罪完了，按个村子是不好混了。我家的房你租不租？你租到房了。小鱼精也是没有隐瞒的将陆远的情况告诉了钢蛋，钢蛋他十分的同情，但是当得知他的姓名之后，钢蛋白眼都要翻到天上了。你是说那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叫陆远？是啊，难不成这人你也认识？我不同意租他的房子。理由呢？现在合适的房子可不好找。那个臭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人，据我所知，后是一个有名的黑帮头子，就叫陆远，应该是重名吧。傅云秀难以相信，现在这个陆远可就只是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可怜，那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他成为一个黑老大？信不信由你，不过若只是名字对上也就罢了，其他好多信息都跟那人一样，这就太巧合了。好了，暂且不说他是不是，即便是，那也是未来的事情了。他现在还是个小孩子，翻不起多大浪。小毛孩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大哥哥，我什么都没做啊。我又不瞎，还能看不出你一直观察我？你该不会是……钢蛋紧张地看着他，心想不会被他发现自己的意图了吧？你该不会是崇拜我吧？崇拜我也不能跟踪我，我反正不会带着你去学校，还不走，一会儿被卖小孩的暴揍我可不管。大哥哥先走吧，我现在还不想去学校。怎么这么啰嗦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钢蛋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快放你叔叔我下来，我的心理年龄比你还大呀，小屁孩。学校不让带小孩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他原本打算今天去办退学手续的，但现在想想还是不退了，毕竟他现在觉得上学挺有意思的。我弟娘哎，他果然就是个坏胚子。小鱼精如今来了县城，村里收咸鱼的事情肯定就不会再亲自做了。由于之前也是赵小慧在帮忙，如今他索性直接将这个业务交给了赵小慧。赵小慧刚知道他搬到县城的时候还有些不解，他原以为傅云秀会在村里盖一间大瓦房呢，没想到他竟然去县城租房了。你就是傅云秀？养母眼神挑剔的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前凸后翘的，长得这么祸水，一看就不是个顾家的，以后若是娶回家门，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乱子。儿子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我跟这位女同志有几句话要说。别看了，你这双眼睛确实长得勾人的紧。傅云秀同志，虽说这女人长得漂亮也算是自己的本事，你靠本事吃饭我也不说什么，你接近我的儿子，想要靠结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能理解，但是无论什么人都要知些脸面吧。我儿子被你迷得十晕八素的，我可不会。你现在这个生意应该也不是用正当手段得来的吧？听说我儿子还给你介绍了个大客户，看来你从他的身上也捞到了不少好处，既然这样就及时收手吧，做人也不能只搁着我儿子一个人宰啊。我想你是误会什么了，这卖鱼的生意也不全是他帮的忙，之前他确实对我有些帮助，在这里多谢了，不过以后也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交集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儿子我还真看不上，用不着在我面前阴阳怪气儿的。养母却没信他的话，说他一个村姑农妇能扒上他儿子这条线儿，肯定会像吸血水蛭一般吸上来，怎么可能会轻言放弃？这时杨林杰看着气氛不对，连忙跑了过来。杨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你母亲解释解释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心悦你了？我又是什么时候像水蛭一样扒着你不放了？原本杨林杰还打算徐徐图之，被对方这么一问下来，顿时脸色涨得通红。
傅同志，你是听了什么谣传？你从来没有过这种行为，我们现在也就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哦，那就是有人在异想天开了。即便现在是普通朋友，也保不齐以后会发生什么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我就将话说清楚。你们2个人的事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傅云秀也不想再理这疯婆子，抬脚往屋外走去。杨林杰听了他妈的话，顿时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原本还想在他们2人见面之后自己就表白呢，这下把什么事都搞砸了。